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公交站，去商场吗？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？哎呀，什么事？快说说看。在公交站，有人突然问你，去商场吗？你会怎么想？我会有点蒙圈的。他是想问我去哪里吗？对啊，是不是有点奇怪？我会想，他是不是也要去？没错，我也这样想过。或者，他想跟我聊天吗？这问题真的很有趣。可能是想问去商场的路吧。不像问路，语气不同。更像一种搭讪方式。搭讪，你觉得是这样？也许，他想找人一起走。这真的也有可能哦。毕竟公交站很无聊嘛。哈哈哈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有时候，真的就是随便一问。我上次遇到过一个阿姨，她问我去不去超市。然后呢？你最后去了吗？我说不去，她就只是笑了。她只是想找人说话。哦，原来实际情况是这样啊。有些年纪大的人很喜欢聊天，特别是老年人，更爱。感觉很温暖，很有人情味。是啊，城市里的日常。那你通常怎么回答？我通常会先问，您去吗？这是个好方法，反问。这样就不那么尴尬了。对，还能了解对方意图。如果他们真的想去，就可以一起等车了。听起来真的很有社区感呢。或者就直接说我不是。简单明了的回答也不错。这种小问题里面也有大学问。真的反映了人际之间的距离感。还有不同的交流习惯。这种现象在中国确实很常见呢。对，尤其在公共场所。下次遇到我，试试反问。肯定会有趣的经历。今天的分享太棒了。你学到了吗？哈哈哈。学到了。下次见喽。等等，这就走了？我还想多聊聊呢。哈哈哈，大明你真是个话痨。我这叫分享欲旺盛，你不懂。好啦好啦，那还有什么新发现？我想起一个相似的例子，关于请客。哦，请客也有这种弯弯绕吗？是的，比如有人请你吃饭，你吃饱了。正常就说我饱了。但是中国人常说吃好了。哇，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吗？吃饱是生理状态，吃好是感谢。原来是这样，真是细节决定一切。有一次我没注意，直接说饱了。然后呢？是不是有点尴尬？对，朋友感觉我不太满意那顿饭。哎呀，这误会可就大了。后来我解释了才化解。所以，理解文化背景真的很重要。是啊，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。为了不让对方觉得你扫兴吗？可以这么说，顾及对方感受。
这和去商场嘛的道理差不多。对，核心是为人处事之道。哇，又学到一个新词，为人处事。你觉得这种表达方式好吗？看情况，有时确实很美妙。比如你想拒绝别人，又不想直接说不。我懂了，是为了给对方留个台阶。是的，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情面。情面，听起来很有意思的词。维护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一面。不仅仅是面子，还有情在里面。正是如此，是尊重和体谅。我发现有时候问路也是这样。怎么说？问路还有什么讲究？对方不确定，会说大概往前走，而不是直接说我不知道。这样显得比较热情，不会冷冰冰。看来很多问句都不仅仅是问句。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你有没有遇到过特别绕的问法？有，上次我问一个朋友，他想吃什么，他怎么回答的？说随便吗？他说你定就好，我都行。这很常见啊，不就是随便吗？但其实他内心有偏好，只是不说。哦，你咋知道他有偏好？我提了几个选项，他才说出喜欢面条。哈哈哈，原来是这样，太有趣了。对啊，下次我们是不是可以聊聊这个？哈哈，好主意，这个话题太实用了。是啊，好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。对，表面上随意，心里却有小九九。就是那些言外之意很难懂。不知道的外国人可要吃亏了。比如，我说有空一起吃饭啊。对方可能会说再说吧。这个再说吧，可不是真的要再说。哈哈，是委婉拒绝的意思吧？对，直接说不去会伤面子。哦，原来是为了照顾对方感受。这是中国人很看重的一点。我第一次听到时，真的太困惑了。觉得他们犹豫不决吗？是啊，以为他们真的在考虑。我有个朋友请客吃饭时，然后呢？发生什么趣事了？他说你看着点菜吧，随便。哇，又来了随便，哈哈哈。我就真点了几个他不爱吃的。天哪，他当时是什么反应？他脸色有点变，但也没说什么。哎呀，这就非常尴尬了。我后来才明白他有偏好。这可真是个深刻的教训啊。所以说，听话要听话外音。要学会读空气，对吧？没错，这和客气话有关。什么是客气话呢？就是表达礼貌，有时不是真心。比如下次再来玩啊这种吗？有时是，也有可能是真邀请。哇，这判断起来真的有点难。关键看语气和具体情境。好像在玩一个文化猜谜游戏。你觉得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有趣又有点让人头疼。其实它体现了东方文化。是指含蓄的特点吗？对，就是不直接，更委婉。你说这种表达好还是不好呢？
很难说好坏，各有利弊吧。但确实能避免很多冲突。对，给人留足了面子。这点和西方文化很不同。说到不同，我突然想到一种情况。是什么呢？快讲讲。有些问题，中国人会反问你。比如你觉得呢？那种吗？哈哈哈，下次我们深入聊聊。哈哈，对，我有点好奇了。这种反问，有时真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是啊，好像要猜他们的意思。没错，比如你忙吗？不是真问你。哦，那是想让你做什么呢？可能想帮忙，但又不好意思直说。哇，这太考验情商了。对，得学会读懂言外之意才行。有趣，这和留面子有关联吗？当然，这也是一种委婉的表达。我有次朋友问我你不冷吗？哈哈哈，他其实是想关窗户。没错，我当时就傻傻的回不冷。然后呢？窗户一直开着吗？可不是嘛，他一脸无奈。这就是文化差异带来的小误会。是啊，下次我就懂了，得反问他。或者直接说，你想关窗户吗？直接一点可能更有效率。但太直接，有时会显得不够礼貌。哎呀，这真是个平衡的艺术啊。中国人很重视和气生财。和气生财，听起来很有意思。就是说，大家和谐相处才能成功。哇，所以沟通方式也受这影响。对，保持和谐比直接表达更重要。难怪很多话都得拐个弯说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饭桌上也是？饭桌，你是说敬酒那些吗？不止敬酒，比如长辈夹菜给你。哦，我懂了，是让你多吃点。但你如果说够了，会不礼貌。真的吗？那我应该怎么回应？可以说谢谢，太多了，吃不完。哇，这差别好大，我学到了。对，既表达了谢意，又婉拒了。大家觉得这个场景下还可以怎么说呢？这也是一种避免冲突的方式。说到避免冲突，我想起了一个词。是什么词？快说说看。就是打圆场，你听过吗？啊，当然，这简直是社交必备技能。哈哈哈，对，我朋友就特别擅长。比如有人说话不合适，他会出来巧妙地转移话题，化解尴尬。这也是东方智慧的一种体现。特别是在公共场合很重要。不过，要打圆场打得好，也很不容易。确实需要很高的情商和反应能力。我觉得下次我们可以专门聊聊这个。哈哈，别等下次了，就现在。真的吗？那可太有意思了。我觉得这跟面子有关。啊，面子，那是文化核心。对，为了维护大家的体面。比如，我听过一个饭局例子。哦，快给我讲讲看吧。
有人说错话，气氛突然变冷。接下来呢？怎么打圆场的？他的朋友赶紧插话说笑话。哇，这需要很快的反应力。是啊，大家都笑了，尴尬没了。这就是高情商的表现啊！而且还照顾了说话人的面子。没错，让人不觉得难堪。这也是一种和为贵的思想。和为贵，和平最重要吗？对，避免直接冲突，保持和谐。那在工作场合有没有呢？当然有，会议上常常发生。比如领导意见不合时，对，下属会找个折中方案。既不否定，又提出了新想法。这样领导双方都下得了台。哦，这真的很难掌握好。你们觉得这种智慧体现在哪？我觉得在于察言观色。还有对语言艺术的运用呢。真是博大精深啊，太妙了。比如用疑问句来缓和语气，避免肯定的冲突性表达，或者用或许、可能等词。啊，我以前就经常直来直去。哈哈，那肯定碰壁不少吧？可不是，闹过很多小误会。比如有一次，你说了什么？我直接说你错了，应该是这样。哎呀，这可太直接了些。结果对方脸都黑了，特别尴尬。哈哈哈，这真的是宝贵经验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学乖了许多。你会怎么改动呢？我会说，这个想法很好，不过后面再加建设性意见。这样就圆润多了，别人也舒服。这就是中国人沟通的智慧。是啊，不仅仅是语言本身，更是背后的人际哲学体现。说到哲学，下次我们聊聊中庸。哇，这话题可太深奥了。是啊，中庸听起来很高深，但其实它就在我们生活中。对，就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。不走极端，找到中间点。做事考虑周全，平衡各方。比如我们刚才说的沟通方式，太直接不好，太委婉也不行。要找到那个舒服的中间地带。这就是中庸的体现之一。比如领导批评你，你怎么办？不争辩，也不完全顺从。对，要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但语气要平和，态度要谦逊。这很考验人的情商呢。中庸讲究适度和分寸，不过于激进，也不过于保守，保持一个灵活的变通空间。在人际交往中特别有用，让人觉得你是个可靠的人。我发现这能避免很多冲突。确实，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刚开始学中文时，我很难理解，因为西方文化更强调直接。对，学会这个需要时间练习，慢慢体会中国人的处世哲学。这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了，更是深层的文化根基。掌握它能让你如鱼得水，沟通会变得更加顺畅自然。今天聊得真的很有启发。
感觉对中庸有了新理解。它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智慧，提醒我们凡事都要把握好度。找到那个平衡点非常重要。在不同情境下灵活运用。真是学无止境啊，哈哈哈。是啊，每次都有新收获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又要结束了。但我们的探讨还会继续。今天聊沟通，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理解了话语背后的分寸感，还有中庸的实践智慧。那么，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沟通中用过中庸之道呢？或者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分享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哦。我们会认真阅读每条留言。下次我们来聊聊中国人的幽默，看看他们是怎样表达风趣的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了。